各位，今天真的很感动，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邀请，一个帐篷品牌，那是梦幻逸品级的。我看了好久都不敢下手，因为真的有一点价位。哇，要买的东西好多，买车买房还要买帐篷。大家如果有在看我们影片，我是有走一点点风格化的。那今天这个品牌，它大概就是风格化的一个极致。顶标。我已经研究过它很多次，每次只要在网络上一滑到，就很想要再看看它最近的状况怎么样，然后想买又买不下手。那就在某一天，我接受到了这个品牌团露的邀请。所以我今天可以当一个小小的嘉宾，我们要去 Moss Tent 团露喽！耶！那我再卖个关子一下，在进去介绍帐篷之前呢，先来杯咖啡。今天他们这个外面的区域呢是有招商的，所以有咖啡可以喝。看这有摊位。全部都很风格化哦。这个是 Hellenex 的6.0那个帐篷。好对。看到这帐篷这么漂亮。对啊。这是 Moss 的 Encore， 就是那个演唱会结束大家喊 Encore。哦，真的哦。对，就是那个字，它的名字就叫再来一次。你可以想象嘛，这个帐篷的原型在1984年就是长这个样子。现在做的帐篷都不一定有这么漂亮。Encore 就是我觉得他们家我最想入手了，我询价询了好几次，真的是有点贵，弄不下去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它这个样子是已经把外帐弄上去了，然后我觉得它的外帐也很特别，它的外帐不是简单的一块布，是有好多的形状，你看。这里真的是有用心在设计的，它不搭外帐更漂亮。我们去看一下没有搭外帐的，旁边刚好有一个，好，我们去跟人家商讨一下。看这样子，这个就是没有搭外帐的 angle， 好漂亮哦。旁边2个曲面，我觉得这个曲面真的是做得很棒。它旁边是纱网，也可以拉起来，也可以打开变纱网，它整个透气就会变很好。它的那个顶棚啊，一整片都是纱网。那我们进去看好不好？对，进去哦，人家的。这是私人的，对，这是人家买的哦，对啊，不是收藏家的。对，它就是4个杆子嘛，这样子，然后旁边2个。40年前的帐篷做这样，然后我们现在帐篷在干嘛？1984啊，是，这样是40年前。94、04、14、24啊，39年前、40年前啊。而且它有一种复古感。对，以前的配色就是这样哦。Amber 现在后面这个帐篷转过来一下。将近100万的帐篷在这里，我从来没看过这种帐篷，好像外星来的感觉。这是全部都是，他们也有登山帐，然后有家庭帐。今天的大家长他还在忙，我们等一下会抓他来问一些跟这个品牌有关的问题，太兴奋了。我刚看你在调这些帐篷，好像很专业。我想要知道，这里有没有什么经典的帐篷，让我这个 Moss 小白可以赏析一下。你可以看一下那一颗，我们邀请资深香港的收藏家，他把Sydney给带过来台湾，跟我们参加这个聚会。那你看他的那个造型，这造型在当年很摩登的一个配置，所以这一颗是真的非常的经典。目前台湾我们在收藏还收藏不到这一颗。悉尼就是歌剧院那一个，歌剧院，雪梨歌剧院，雪梨歌剧院，对。因为我刚刚看它侧边真的很像那个建筑物。它是不是当时贩售非常少？应该是说我们没有办法确定它有没有做量产，但以早期这一些收藏脉络来看的话，有一些配置颜色，我们会判定它可能只有sample，甚至非常的少量。太中意了吧？那我们看一下这一颗哈，那这一颗也是很特别，是它的年代也是非常久，跟Sydney的年代应该是差不多。其实我们都叫棒球帽哈，它有一个前缘，真的很像一个帽子一样。对，那它最大的特色是它有旗子。真的不是自己插的，它当时就有了，这个都是原始留下来的。哇，那是原始的一个造型。
哦，像个洋葱一样。这个是老帐篷，那老帐篷哦，是我们大海捞针哦，可能透过一些玩家，然后一些关键字一层一层进去找。那这时候要问一些俗气的话题，价钱啊，价格吗？还记得吗？当时那一个时空背景啊，这么小颗的帐篷，9万块很惊人哦。对，但是你要冒着就是你有可能付了9万块，可是你来的可能不是他，也是在美国。对，但这一个时候的作品跟刚刚悉尼那时候的作品其实是差不多时期。当时在那种环境下啦，很直觉的一些做法，到现在是觉得很特别，现在还是很耐看，真的是蛮特别的。怎么会这样子的那么直觉的像？原本的名字叫什么？旗舰，它像个船吗？我也不是很确定。应该它如果是老舰的话，它大概几岁？1976到现在。76哦，其实里面2个人的加行李还是很大，反正至少都40年以上了。对，好屌，比我还要老。大概我的3倍年纪。哇塞哦，这样子哦，大家知道我几岁了？很漂亮，很漂亮。哇，你这个入口很猛哎，很猛哎！我们直接来问一下旁边的路人。路人哦，我们直接问价钱。直接价钱想知道路人。今年最新报价啦，应该是台币120。哇，台币120。我被震。最新报价，这个不是老件，这个就是现在这个品牌复刻。现在讲复刻嘛？复刻为什么从这里开始做复刻？因为他们其实想要做一个村落。果仁品的一个村落所以从这种比较巨型的一个帐篷开始着手。那我觉得这也是它的一个很代表的，它有得过奖，它剪裁跟曲线你看往内非常漂亮，它所有的那个腰的曲线跟建筑的一个美学都有一个相关联，做一个代表性的一个起头，我觉得是非常有值得啦。这里面如果弄个吧台，办个趴就很舒服，放在里面也很对，非常适合一个 DJ 台在里面。这个布料竟然是棉的，触感很好，很舒服，很居家。我们再去看下一个哦，路人又来了，来，这一棵三叶草，那这个是老件，对，这个是老的，其实都看它的结构。所以它也是3个路口吗？应该没理解错吧？这里1个，对，2个，这样子如果2个人睡超爽。对啊，我为什么尿借过这种事情？对，然后那个什么吵架的时候，右边是你的，左边是我的，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。它这个形体是对称的，这个的年代也是差不多，跟刚刚前面介绍的那几个是同时期的。哇，你看它这个咖啡的这种沙色，它颜色里面有做一些年代的区分。那我们最常看到这个有一点猪肝红跟沙色，这个跟这一种的差别年代上面。猪肝红应该是后面尾鳍，但是它的红又有分，你看那边还有鲜红色有那边对鲜红色，那它可能就是说量产的每一个时期，还有它自产的国家，缅因州、西雅图，它自产的国家也会有点不太一样，它颜色上还有一些区隔。那你看到如果它有蓝袖子的，它基本上很多是样品，所以反而这种全沙色是更老的。对，更早的这样的，在一本那个帐篷故事的书里面，其实就有提到，3个通道的一个设计，应该是这一颗它也是美国来的，都美国来的。是好奇问一下价钱，复刻是台币8万多8万多。其实我觉得还可以接受，因为它的大小跟形状真的是特别出去遇不到啊。这个老件当时的收回来，直购应该大概7万多吧，但是以那个时空背景7万多，直购是蛮高。在看这些里面，我发现有一个很特别的，就是那一个，我想去看一下，因为它好像没有重复出现过。这个我蛮有兴趣，蛮好奇的，而且它是棉的，你看它的那个棉是活色的棉嘛，就不像你刚刚看到350或 OP200，它是白色，这颗也是不多，而且它的底是绿色，对，比较少看。以前的那个防水就是用这种底层去做车，这也是老件，它就叫马鞍。
它造型就马鞍，它有个沙网。我昨天就想说它怎么站得起来，就2个这样子而已。那当然补充说明一下，你会看到Moss当时的设计，你看到它的前面这个地方，那一般车缝的位置很容易进水，它一旦把它悬空以后，这个车缝离水的位置就变高了，所以就不太容易会湿进去。所以很多人会觉得，这个帐篷是不是怪怪的？是尺寸没做好，他刻意这么做。好的，我们刚刚经过这个Moss 帐篷的博览会之后，刚路人跟我们讲解，现在身后的是我们这2天住的帐篷，叫阿卡迪亚，念对了，好不容易念对，可要跟他培养一下感情。是，然后在介绍帐篷之前呢，先来看一下他们帮我们准备的桌椅，都是 Black Design， 这杯子也太好看了吧！偷偷植入哦，这是老爷还跟 Campfire 联名的钛钢杯，没错，2个人各拿一个吃1碗泡面，我跟你讲，容量超大，刚好可以装1瓶啤酒。这是这次他们团路，然后 Black Design 有出一个马鞍架，今天开卖。对，听说台中4点就有人排队了，他们特地为我们留一个名额，看我们要不要买。我们看这个商品很久了，目前初步觉得，它很稳。跟这样形式的东西比起来，它算是非常稳的。那我们就实际来操作看看吧。对。等一下，这个杯子也太好看了吧？对啊，这个很好看哎。是要几次啦？这有在卖吧？好啊，因为还有另外一个图案，但是我们带错了，带了2个。另外一个图案我也很喜欢，有我们跟波妞一起泡汤的图案。把剪辑师照片放在这里，先贴上。这架子还有附这3个就是挂件，然后我一开始看不懂这是什么，因为我发现它就是露营很好用，可以各种勾、各种晒东西。这比我想象中好拆很多，它2个角 A 字角，这样子直接折进来就好。那刚刚上面横的这一根呢，它是左右有一个松开，那就可以从这个轨道里面直接抽出来，因为我觉得收纳超级快，蛮喜欢的。那你再把它组起来，就这样放上去就好了。对，你扶一下那边，好了，完成了。它这样旋转锁紧，这个好像3000多，可以吧？然后等下结账喽。花钱都很开心这样。观望了很久了啦，除了买这一组之外，还要再买这个杯子，一定要置入，增加这个质感，质感加质感，完美。这一顶呢叫什么名字？再说一次。你忘记了对不对？给你一次机会。不要啦，不要丢人现眼的。它叫做阿提卡塔。阿卡迪亚。阿卡迪亚。它这一顶呢不是老件，是复刻的。1981年就已经有这样子形式了。补充一下，这是 Moss 当时也是现在唯一一个隧道帐，而且有这样子房跟厅的区隔。那我就进去了。好，进去我们的房间。我们昨天睡在这里，就是里面的空间有堆了一些我们的东西啊。那我们准备了那个行军床，对，一人一边，对2个人睡，其实空间也很大的。而且我今天才发现行军床有一个很棒的好处，床底收纳。对，行军床下面收纳超棒，可以把东西藏起来，看起来超干净的。那里面就是可以站直，然后就是隧道这样，隧道后面缩起来，在后面也可以站得直哎。对。你170多公分，172啊，170几，然后射手座 AB 型，透气窗很大，那它的外帐也有一点微微的延伸出去，所以雨水应该是泼不太进来。这个外帐做得很漂亮，对，就是让这个帐篷又更有一些层次，结构感，就连我这个看出去的窗景，我都觉得是好看的，欣赏自己的帐篷那种感觉。是，然后我有发现一点，它的内帐卧房的空间特别长，它其实是很深的哦，这里还留这么一大块。其实 Amber 大概才躺了2/3不到，所以它的睡帐其实很深，这是跟我想的原本不太一样的地方。不要睡着了啦。外形跟里面的空间还 OK， 不错，很有样子这样。对，就是空间有了，机能有了，然后美观也有了，还有什么缺点？
完全没有啊，就价位啊，我价位缺点就是价位，对，比较贵一点的，但是换来的是一个跟别人不一样，品味的最高点，没错，你直接朋友之中品味提升。还有一个缺点，东西要整理得很干净，对，不枉费你铸造漂亮的空间。是，所以就是跟室内设计一样，漂亮的东西都是要牺牲一些事情，要比较辛苦。对，有辛苦才会有漂亮的地方。OK， 很大哦。刚刚跟这个收藏者取经，然后聊了很多，真的是大开眼界。当时的设计就可以这么的，那时候应该算前卫吧，对不对？很前卫，很现代。对，那我们就一人挑一个在这里看到觉得不错的来讲。我想了想，我有3顶都好想要哦。太贪心了吧？对，那我先讲一下，我觉得，我最喜欢的是我身后的这一顶350哦，因为我觉得像，现在这个年代，大家都很流行用 AI 帮你做事情，帮你画画，帮你设计，是。但是看到这顶帐篷，这是真人才弄得出来的线条，是跟曲面，但是思考过。我觉得他用了洪荒之力在做这个帐篷，是因为他真的呈现了这个翅膀的感觉，很优雅，真的很神奇。就杆子跟这个铁杆居然可以变成这个曲线，因为它不好搭，所以这是我梦想中而已。买一块地，搭好之后就不会再拆掉的状态。我有问过他们现在搭过很多次以后，3个人40分钟搭起来。那身为一个登山者，看到他的单人帐篷，我非常喜欢。单人登山帐就是刚刚入口那3颗，然后他们叫俗称蚱蜢，有小蚱蜢、大蚱蜢都是一个人的。我觉得小蚱蜢好喜欢哦，就整个沙色，而且你想象如果我在山上野营的时候，它是非常融入在山里，很接地气，而且非常的低，都是我最爱的2颗。如果有幸可以收藏的话，先拿来。这样2颗应该要130万，有可能。如果选一个的话，我会选雪梨歌剧院，歌剧院，不要乱发言。Sydney，它真的是有一种更颠覆想象的设计。虽然我们刚刚在询问一些收藏家说，他可能当时并没有正式贩售，不知道啊，因为年代太久了。我觉得它的特别是会让我想要选择它的原因。因为它很酷，是它的门口是整个翘起来的，所以它开口很大，但是后面收的窄下去，旁边又有2侧翅膀长出来。对，它虽然收的窄，但是它下面还是有气窗哦，全世界也没几点。这一次感谢这个 Moss 团露的邀请，这主要也是台湾一个很厉害的露营家具品牌 Black Design 办的。反正就有在注意这个牌子，我自己也很喜欢，我也询价了很多次，就是买不下手。那我这次来有更喜欢一点，我考虑一下，我可能会选个收藏一下，认真。大家对这个帐篷有兴趣的话，可以上去看啊。现在有复刻了一些刚刚有带到的帐篷大概6、7顶，有点预算，想要玩一点跟别人不一样，所有的帐篷都是限量的。想成为帐篷界的顶尖品味高手吗？真的是有品味的。这期就这样，喜欢的话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，一起来拜拜。拜拜。会员频道，拜拜。